魏无羡眼睛一亮，真搭蓝湛，你答应啦？带你们班学生都去。蓝忘机点头，他放下实在的碗，快吃，要凉了。魏无羡心满意足地挑起一筷子面，想着自己连蓝忘机这么难搞的人都能拿下，只觉得自己也太他妈牛逼了，连这一碗清汤寡水的面都美味了许多。魏无羡瑟瑟发抖地坐在大巴车上，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带上金陵那个小混蛋一起。听见座椅后方传来犬类的喘息声，魏无羡只觉得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浑身瑟索，向旁边的蓝忘机靠近一点又一点，最后直接干脆整个人都贴在了他身侧。蓝忘机，他的声音里掺杂了几分忍耐的意味，作证。魏无羡一把抱住他的胳膊，闭着眼睛颤声道：蓝湛，好蓝湛，你行行好，我是真的怕。蓝忘机眼含无奈，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伸手拍了下魏无羡搂着自己胳膊的手以示安慰，任由他在自己的身上扒着。魏无羡吓得不敢回头，所以并没有发现蓝忘机耳根处悄悄起的一抹红色。2个班100来个人浩浩荡荡地登上了漫山红枫的香山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，费尽各种心思远离金陵。一行人找了片空地当作集合点，待蓝忘机略略嘱咐了几句后，便四下散去。整座山上久久回荡着一片欢声笑语。魏无羡嘴角挂着笑意躺下来，双手枕在脑后，一条腿高高翘着。他仰着头看向仍站得端正的蓝忘机，伸出手扯扯他的裤腿。我说蓝湛，出都出来了，就甭这么拘着了呀，坐下来呗。蓝忘机低头看向他，顿了一顿，依然坐了下去。魏无羡笑道：你这什么做法？跪坐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，要不要这么一本正经啊，蓝老师？蓝忘机淡色的眸子望向他，并不接话。魏无羡见他这副正襟危坐的模样，忍不住起了逗弄的心思。他在身侧摸了一摸，摸起几片火红的枫叶，左挑右挑，挑出一片最漂亮的，微微起身，笑嘻嘻的将它别在了蓝忘机的耳边。蓝忘机常年淡然如水，连带着眉眼间都透着几分冷意，只看一眼便知道是个不苟言笑的。这下他的耳边加了一片火红的枫叶，映衬着他波澜不惊的琥珀色眸子，竟有一种不搭调的美感。魏无羡只觉得好笑得很，拍手道：我的妈，蓝湛你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哈哈哈！都说鲜花配美人，我看枫叶配你也美得很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魏无羡捂着肚子笑得遍地打滚。蓝忘机怕他撞到盖在枫叶底下的石头，伸手微揽了他的腰身，无奈道：魏婴，有些起风了。满地的红枫叶沙沙地响着，随着微凉的秋风纷扬而起。蓝忘机的一只手还搭在魏无羡的腰上，看着他半倚在地上恣意开怀的笑。铺天盖地的红叶似火，眼前的人张扬明媚如阳，娇香辉映着闯入他的眼眸，拨乱了沉寂多年的心弦。蓝忘机的呼吸有那么些许不顺畅了，只可惜一道由远及近的犬吠声打破了他所有美好旖旎的心思。魏无羡登时汗毛炸起，一个打挺坐了起来。他拉着蓝忘机的衣袖将人拽了起来，还不等说话，便见不远处一条大型哈士奇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撒了欢地奔来。魏无羡吓得简直要魂飞魄散，也不管3721，抓住身侧之人的胳膊一跃而起，整个人都挂在了对方身上。蓝湛。蓝忘机下意识抬手勾住魏无羡盘在自己腰间的双腿，待反应过来以后，双眼微微睁大，整个人都僵硬了。魏无羡死死地搂着蓝忘机的脖子，哆嗦得活像一个筛糠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将魏无羡抱得更紧了些。那只放飞自我的哈士奇狂奔而来，却在距蓝忘机不远处刹住了车。它汪汪叫了2声，高翘的尾巴耷拉下来，围着蓝忘机踱了几步，不吭声了。一人一狗久久对视，场面一时间有些微妙。金陵手里握着一截断掉的拴狗绳，和蓝丝追一起跑来。美女，你瞎跑什么？他一打眼就看见前方姿势清奇的2个人，没说完的半句话压在喉间，瞪大眼睛咽了口唾沫。蓝丝追也看见了2个人，面颊顿时红得像一个小西红柿，结结巴巴道：老师好。金陵的表情活像见了鬼。魏无羡，你干嘛呢？魏无羡大叫：你给我把狗弄走啊呀呀呀！金陵闻言
表情稍缓和了些许，鄙夷道：“多大的人了，居然还怕狗，还跳到人家蓝老师身上，丢不丢人啊？”魏无羡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和蓝忘机现在贴得有多紧，顿时心跳如雷。他忙从蓝忘机身上跳下来，往其身后躲了躲，不经意间抬头，却发现身前之人的耳朵全红了。魏无羡一时间心下有些发虚，恨不得一脚跺死见到狗便丢了魂的自己。他拉拉蓝忘机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那个，抱歉呐。”蓝忘机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波澜，没事。魏无羡松了口气，这才理直气壮地反驳道：“怕不怕狗跟年龄有毛线关系？你个死小子，赶紧给我把他弄走！”金陵暗暗翻了个白眼，和蓝思追对视一眼，随后蹲下身子拍拍那只小哈的脑袋：“哎，去吧美女，跟你愿哥哥去玩。”美女伸长舌头哈着气，在蓝思追手中塑胶小骨头的带领下屁颠屁颠地跑远了。魏无羡宛如吃了苍蝇一般，艰难道：“你管这只狗叫什么？”金陵起身：“美女啊。”魏无羡难以置信道：“为什么这么叫它？”金陵理所当然道：“这是只母狗啊。它小的时候我一直管它叫小美女，长大了总不能也这么叫，那就叫它美女喽。”魏无羡有些说不出话，想起江澄从前也给自己养的狗起出菲菲、小爱这类叶城会风格的名字，他不禁感慨万分，原来某些脑残特质真的是会遗传的。抛去美女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不提，此次两班集体联合出游的活动还是十分和谐 happy 的。经过这天，两个班迅速建立了某种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和谜一样的默契，常常让魏无羡都觉得叹为观止。不过这些就是后话了。蓝忘机又是从梦中惊醒的，梦里是那犹如噩梦般的7年，整整7年。7年的光阴并不短，甚至长到哪怕已经过去，也还是足以在人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。蓝忘机弯下身子，将脸深深地埋入掌心，胸膛大力的起伏，强行让自己安定下来。他呆坐片刻，还是忍不住披了件衣服，穿上鞋，往屋外头走去。只看一眼就好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缓缓打开门，蓝忘机站在自己的门内，望向对面那扇半开的门。亮白的灯光从未关的门里透出来，门内的玄关处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正对着门口的是一面衣镜，现在正映着蓝忘机半隐在暗处的身形。魏无羡少年时期的作息规律便毫无规律可言，动辄就是一个通宵，这点蓝忘机是清楚的。自从两个人住进教工宿舍以来，蓝忘机每晚从睡梦中惊醒后，都会忍不住打开门看看他。时间久了，他发现魏无羡的房门每一次都是半开着的，房内的灯也从来没有灭过。蓝忘机回头看看自己屋内的挂钟，2点37分，他微微皱了皱眉，